抓紧时间。是。出发！向右转，往往走，去。报告团长，所有人员已做好战斗准备。好，全体听我命令，预备！东方长官，前面有部队，糟了，是日军。做好战斗准备。做好战斗准备。何事だ？音はどこからだ？報告します。インジアちゃん倉庫がどこからか砲撃を受けました。なぜだ？ありえん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看把我敌人耍我！怎么办？上去见一个煞爷，先他娘的喷了再说。撤退だ。直ちにインチャーちゃんに救援を急げ！好悬啊！情况有变化了。撤！撤！好，撤！动作越快越好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迹。奥様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？孫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どうなさったの？奥様が旦那様のことを心配しているの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して、奥様の心配を和らげたくて、私友人と一緒に参りました。感謝するわ。お守りはすでに彼に持たせました。あとは彼の無事を信じるだけです。こちら逃げろ！急げ！逃げろ！こちら！奥様、奥様、あ、奥様、こちらへ。こちら！
司令，窦司令，够副司令。你看，你想想，6月17号。这一仗能够迅速取胜，完全是吕作的运筹帷幄、指挥若定。出其不意，才给小倭寇以致命一击。来来来，这杯酒我们是不是敬吕作一杯啊？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敬吕一杯，敬吕作一杯。你怎么来了？高旅长，你们现在就迫不及待的大肆庆祝，是不是太早了点？秋江啊，来，远道而来辛苦了，来坐下一起吃吧。我可不是讨功来的。秋江，秋江，你不辱使命，这次为赢架场大吉立了头一功，干得漂亮。我是送紧急情报来的。哦。按照上面的部署，叫他们在沙盘上给我演示出来，越快越好。是。中南长官部的反扫荡计划都让日本人给弄去了，真是让人不寒而栗。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，到底还是让吕作给破获了。妈的，他们是志在必得啊。麻烦呐，麻烦！倘若杨廷辉的部队真如他们所说发生了火拼，那我们整个背部就全部暴露给日军了。他们自己给自己解决了也好，省得我们动手了。要不然，抗日胜利以后，共产党的存在比日本人还麻烦。可现在的问题是唇亡齿寒呐，日本人大军压境，显然这里少了杨廷辉，就是个缺口。如果我们分兵铺开的话，还成什么样子？不堪一击嘛！我就不明白了，共产党那边除了杨廷辉，就没有别人了吗？谁？万古碑、张浦景还是窦玉泉？那都不是将兵之才。杨廷辉，我和他打了多年的交道，这个人的人格和手段，我还是佩服的。吕作，这是惺惺惜惺惺，英雄惜英雄啊！2个日军中队，3个皇协大队。哦，吕作，新四军祁连山军分区窦副司令求见。谁？窦玉泉，窦副司令。他不是司令吗？您请。窦司令你好，你好。你荣任司令之后，兄弟还没向你祝贺呢。我是代司令，现在杨司令回来了，我当然是官复原职了。哦，杨廷辉司令回来了。哎呀，窦副司令一定替我带个好，就是我一直在记挂他。好。
这是杨司令给您的亲笔信。哦。是的。哎，是的，是的，有些事情真是难以启齿，难以启齿啊。杨司令希望高旅长对此事做出解释。一定，一定的。首先是我部属的罪过，不过这确实有点误会呀。这样吧，改日，不，明天我就到贵部登门请罪。有些事情我向杨司令当面解释清楚。请。来向我请什么罪啊？应该向烈士们请罪，向那些无辜牺牲的烈士们请罪。误会，那么简单。你们也是有责任的。事前不通告，事后隐瞒不报。不是隐瞒，是不知道。不知道本身就是错误。杨司令，在内部整顿中，我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，这些错误给麒麟山根据地军事、政治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。这一点我在党委会上已经做了检讨，但我以为杨廷辉同志不要把这个问题抓住不放，更不应该把所有的问题都牵扯到这上面来。至于那批牺牲的干部，说实话，当时我们确实以为他们失踪了。如果追究，我认为这个责任应该由国民党负，由高汉英负，而不应该把火气全都撒在我们头上。我刚才不是说的这个意思啊。我看这样吧，目前形势摆在这里，大敌当前呢，不仅我们党委要团结，解放军的军民也要团结。为了战争的需要，和国民党方面，我们也要搞好团结。我看这件事，我们还是掌握住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做好反扫荡的准备。中华民国31年6月17日，因情报有误，错遭伏击，18名男儿壮志未酬，不幸身亡。苍天滂沱，翠岭无叶，长歌当哭，我华夏子孙为师壮怀，嫌恨饮弹，呜呼！悲兮惨兮，呼之唤之，而不能令英魂归来兮。泣不成声，萧干无年。何时无我常干？驱敌虏出中华，笑饮倭寇之血，还我破碎河山。以记18位在天之粟，告慰天地。国民革命军麒麟山抗日独立旅旅长高汉英顶。杨司令，你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麒麟山不能没有你。贵部的表现很有诚意，我们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。那就好，我们带了点慰问品，不成敬意，请杨司令笑纳。好，恭敬不如从命，谢谢高旅长的美意。这次实施阻击，主要由石云彪的新编79团来完成，负责拦击日军的辎重部队；张家峪的246团在南亭集至宋庄一带警戒，保障新79团的右翼；
另有友军陈富县县大队江大衙部的一个加强基干中队，由中队长朱一道指挥，保障新79团的左翼。还有杨廷辉和张普景分别率领的独立团，2个营和4个中队，在北山阻击保证。窦一全和王兰田率领的县大队，在马店布防。我们采取的方针是：近以待远，固以待虚，重以待轻，以静制动，将日寇的第7次扫荡计划彻底粉碎在萌芽之中。石云彪，有。这一次你们新79团，是我们整个防线的重中之重。这是本旅长对你们的信赖。是。我绝不让日寇在79团面前前进一步。好。估计战到达乡以后，距此最近的马坡县城和白马营据点的敌人会出来增援。高海英旅长将指挥着张家峪的246团在南亭集以宋庄一线警戒，以保证石云彪团长新编79团的右翼。又有友军陈部县县大队长江大衙部的一个加强基干中队，由中队长朱一道指挥，以保证新编79团的左翼。我们的防线采用立体防御结构，第1道防线为雾障，大量的使用路寨、地雷、树桩，以阻挡敌人的第1轮进攻。第2道防线是天然屏障，是一条干枯的河道，宽约8丈，由步兵将两岸稍作加工，使之成为1丈深的直壁，以阻挡敌人的装甲车和坦克的进攻。第3道防线为中程火力，一旦敌人突破了第1道防线以后，将对敌人实施10分钟的火力拦阻射击，然后以我团主力2个营的兵力投入战斗，以围剿遭火力重创之敌。2号和3号地区应该怎么阻击呢？我想，无论是张家峪团还是江大衙部，都不十分可靠，所以我在我们的主防御阵地的右分界线812高地和左分界线709高地，各放置了1个连，把这个连也调到709高地上去。为什么？我更不放心的是新四军的地方部队。团长，我认为如果兵力充足的话，像这样的战斗，812高地上至少应该放2个连，这样才能以主防御阵地成为强有力的犄角之势啊。把团指挥所放到812高地上。团长，团长，你一向教导我，主不可怒而行事，将不可横而直战，左不可意气攻守。咱们派兵布阵，还要以当前的事态着眼。812高地上那个连，万万不能成。不用多虑，马坡一线的敌情已经明了，小鬼子不过区2个中队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我就不信，他兵强马壮的246团就守不住一个弹丸之地。他要真的撤了，那可就把高寒英的脸给丢光了。张家峪用兵一向是明哲保身，万一他在关键时刻后退半步，那我们的右翼就完全暴露在鬼子火力之下了。团长，我们不能不防。永汉老弟，你说的没错，但这次我就是要把这半边脸暴露给张家峪。他要是真的守不住，被撕开了口子，我石云彪就战死在812高地上。能跟小鬼子拼上一命，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。团长，不要再患得患失了。打仗，当断不断，反被其乱，不要瞻前顾后，婆婆妈妈的，就按这个行动计划部署。下命令吧。陈部长，来，你看看谁来了。欢迎江大队长莅临我部参战，国民革命军独立旅新编79团上尉作战股长陈默涵。陈默涵，陈三少爷。得了，咱们是老乡见老乡，你们国军就是讲究多。你要请我喝顿酒，比磕100个头都强。喝酒自然是少不了的，
新四军的弟兄们，来我部助战，本团理应犒劳。江大队长，你跟我们陈股长是老乡见老乡，很久都没见了。你们先叙叙旧，我去给你们准备。好。骑兵上场。哎呀，臭小子，小日子啊！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30年河东转河西，我们又走到一起了。这狗日的！哎，你牙呢？怎么没了？敲了。为什么？为了爱情。我说看着怎么这么不舒服了？没味儿了。变丑了？哪有你神气啊？你看看你，投国军投对了。哎，你们公子哥还是在国军里面比较神气。你要是喜欢我这身衣服，咱俩可以换换。我到你们新四军那儿，给个连长干就行。你到我这儿来，当我这个作战股长。谁稀罕你那屁股长了？我信仰的是共产主义，你信仰的是三民主义。咱们是穿着裤子放屁，走的是两叉子的气儿。瞎说！来，喝水。怎么了？听说你受了不少苦。没有的事儿。犯痔疮，10难9治。留着笑话，咱们饭桌慢慢聊。二位是想先休息啊，还是想先到阵地上看看？看阵地。骑兵备马，行，走。第一道防线我们为务障，大量的使用了地雷、路寨和树桩。第二道防线是天然屏障，是一条干枯的河床，由步兵将两岸削成直壁，以阻挡敌人的装甲车和火力、坦克的进攻。第三道防线呢，我们为中程火力。一旦敌人突破了第一道防线以后，我们将对敌人进行10分钟的火力拦阻射击。江大队长，有什么想法？这个仗要是由我指挥，不会这么个打法。那江大队长是怎么个打法呢？你要这么想，咱们没有汽车大炮，连小钢炮都不如人家的多，没有人家的硬。你这么把队伍拉在山头上，等着敌人来打，就好比叫花子跟龙王爷比宝，比得起吗？这种傻事儿，我们是不会干的。我跟你说，地雷可以埋，壕沟可以挖，石头可以垒，木桩也可以砌，但是没有必要把队伍拉在山头上，等着挨打。这种阵势叫步兵浅纵深防御体系，依据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攻防作战教程的原则，很科学的。知道伏龙芝军事学院吗？那可是你们老大哥的最高等的军事学府啊！鸟毛灰，跟日本鬼子打仗，就好比跟牛摔跤，你得掏他的屁股，挠他的痒痒，揪他的蛋，冷不丁的使扫堂腿，这么拉开架势，硬碰硬的跟牛摔跤，这不请等着拿脑袋往犄角上撞吗？等着看吧。我们这套防御体系虽然不能说是固若金汤，但是此项立体防御结构是很难突破的。当然，我们也不是消极防守，而是要借助攻势来削弱敌人，以达到最后的胜利。打个比方，假如一个橡胶轮胎，小日本一头撞上来，没有撞死就把它弹回去了，连撞3次，他的士气就下来了。这时候我军呢，由于阻挡了敌人的3次进攻，士气将为之大振。我们转守为攻，必将势如破竹，一泻千里。江大队长，勿需多虑，你就等着打扫战场吧。这倒是，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。大队长，请。快跑！快跑！
よしよし、ちょうどいい時に情報を提供してくれた。直ちに部隊指揮官に招集をかけろ。作戦変更だ。はい。正规的进攻，像是鬼子的佯攻，他们的火力在不断的增强。可是他们突破的重点像是北山防线友军的防线，他们打的是一场反阻击战。现在从战场的态势看来，他们对我们的兵力部署、火力配置是掌握的。我怀疑他们的主力会另有所动。你们各就各位，各自为战，坚决顶住。团长，是我把这一情况向旅座报告。报告什么？你住口！我告诉你，陈梦涵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严密掌握部队的战斗情况，丢掉一个阵地，军法无情。李总。情况怎么样？一切如预料那样。好。这根骨头就让石英彪慢慢的啃去吧。那也只有石英彪能啃得动。孟涵。就算你的判断有根有据，可是在战场上干扰指挥员决心，那是兵家大忌啊！这事不能干，我看你还是适可而止吧。团长，我是陈梦涵，我再次建议您收缩本团战脚，谨慎出击。现在战场的情况很不正常，我请求您再次建议高旅长重新部署兵力，用一新的主攻方向。陈梦涵。是你指挥还是我指挥？敌军千变万化，但他们进攻的重点必是我团。你立刻传达我的命令，所有的人员务必坚守自己阵地，退者杀，延退者杀。鬼子像蝗虫一样向我们扑过来了。喂，这仗怎么打的？现在有1万多日军从各个方面向我们围来了。现在我们不是主要保证石云彪吗？我们倒成了现在主攻目标啊！现在你说什么都没用，首要的是先顶住。对，我们设法增援，增援。战况完全跟设想的不一样。小鬼子今天来了个声东击西，整个洛安州的日军不过1个连队，二鬼子也才有几团，难道上万人的敌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问题出在哪儿呢？是高秋江的情报不准？不，他们现在的打法，看来山野已经完全掌握我们的兵力部署。他是在以时击虚啊！以时击虚。这一仗，我们完全陷入了被动的地位，不能打下去。可是现在已经进入了焦灼状态，怎么撤？2个方案。一，将计就计，让246团和新79团顶住，使其余部队得以喘息，吕布也可以从容地调整兵力。但如此一来，246团
必将承受几倍于己的火力突袭，成为战场的重心。这样一来，必将体无完肤啊！而新79团则可以避实就虚，前所未有的捡了一个大便宜。第二个啊，那就是让246团迅速后撤，给246团发电。不用电话，不，发电。敌军进犯，重心转移，作战部署正在调整。你团尽量坚守牵制，但以收缩阵地，避敌锋芒。必要时，撤往黄冈。我会连接友军，接应你部。团长，命令前沿各部队立即撤到第2防线。撤到第2防线以后，立即组织炮火掩护，确保全团顺利撤退。按计划撤退，组织一个连到821高地详洞去。什么意思啊？稳住士兵标，不要靠得太远。是，撤。陈梦涵，你的情况怎么样？没有发现什么情况。246团有可能撑不住了，你马上带领预备队由812高地前身撤移246团。是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老赵，阵地交给你了。好，都来，是。報告します。我が軍のジャンジャーユ連隊がすでに撤退しました。812高地には兵力がありません。情報によると上には連陣指揮所が1つしかありません。分かった。すぐに戦果を広げる。812高地を占領し、ヤンキンフェイ部隊への攻撃を強め、79連隊の主要陣地を占領しろ。はい。上速刀！同志们，冲啊！不可战胜的！
队加油！走走。团长，电报。团长，246团全线撤退，把我的右翼全暴露给鬼子了。团长，怎么办？当前，高汉英。团长，鬼子上来了，赶紧撤退吧，再不撤退来不及了。往哪撤？机枪给我。放下！弟兄们，跟我火速增援师团长！冲啊！师团长！啊！冲啊！哎呀！
手榴弹，为谁提供？大队长，麒麟山方向黑洞这儿怎么办？掏他的老窝去！我这些小鬼子的主力牵不回来。啊，有！你和三纵队留在这儿，去打！快走！慢看！
人を連れ山上に攻め入りました。我が軍は新数陣の激しい攻撃に遭いました。ヤンターやありえん。かなり距離が近いらしく、相手からははっきり見えているようで、相手は追撃砲を使って攻撃してきています。攻撃をやめろ。すぐに立ち去れ。はい。追上！哎，病人来一下。怎么了？他负的什么伤？大队长被炸药给震晕的。哦，震晕的。嗯。好，那知道你去吧。醒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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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起来！谁呀？我。同志，你贵姓啊？张普景。你旁边那位同志贵姓？旁边没人，就我自己。哦，重名。姜大牙，姜大牙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哎，这是什么？6指。这是手，5指。哦。我听说张布景那狗日的这一仗打得不赖啊。什么赖不赖的？赖不赖的都成这样了。你个臭小子你啊！你在给我装神弄鬼是不是？难怪你打呼的这么有劲儿，像个伤员呢你。好汉呢，张主任，我算是服了你了。只要你打鬼子勇敢，咱们就是好同志。来，握个手。哎呀！哎呀！哇！你比小鬼子还狠呢你！在这次反扫当中，由于山野的诡计多端，我们遭受了惨重的失败。但是山野也尝到了我们的厉害。
这都归功于你事前的方案周密、部署得当、指挥到位。错误是石云彪犯的，这我都知道。吕座，你不要讲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死的就已经死去了，我们不要再谈了。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，我决定任命你为26团第6营营长。吕座，可为什么让我离开79团呢？没有离开啊。那吕座的意思是，你手下还是原班人马，你不过是当了营长，他们都归你指挥啊。莫寒还是不明白。79团所剩的人马，就是编一个营，也属勉强了嘛。吕座，可你不能把79团的番号取消。你总不能让我抗上吧？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老弟，你的人品我知道，你心里想什么我也清楚。你应该明白，让你当营长是吕座的意思。高旅长非常器重你。半年前考察团参谋的时候，他亲口跟我说，陈默涵是个人才，将来让他带兵打仗，3战不死，就提为团长。可想，吕座对你的一片苦心。莫涵才疏学浅，阅历浅薄，且无战功。加之79团屡遭重创，兄弟们早已……我是说，莫涵自此难以服众，还是请张团长转称高旅长，另择其人吧。老弟，你应该清楚，79军的个个自命不凡，总是觉得全中国就是他们一家在抗日。连委座的命令也敢违抗。高旅长不用你，他用谁呢？这个营长要当，而且要当好。你手下的几个营副和正副连长，都是石云彪的铁杆，赵无妨、马世元、于草金，他们都当过营长。几经沉浮，个个心里不平了。吕座有话，以后发现他们有什么不轨行为，就地制裁，绝不留情。团长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也是石云彪团长一手栽培起来的。您和吕座，难道就不怕我心存异志吗？莫涵啊，你是吕座亲自委任的少校军官，我们是混在同一条船上的客，都是党国的必用之人，患难与共啊！哎，莫涵，来。我陈默涵宁可为兵为卒，战死沙场，也绝不陷于不义之地。莫涵啊，你以为他们让你当这个营长，是器重你啊？79团现在的问题，就像一个火药桶，一点就着，一般人不知深浅。怎么敢卷裤腿趟进来？你原本就是79团的人，上有靠山，下有旧部，前有石云彪的知遇之恩，后有高汉英的栽培之功。进可以占山头，退呢，也不至于反目为仇。天时地利你都占了，你不干谁干？
可是兄弟们会怎么看呢？你现在能做的，就是争取把番号改为79营，啊！你要是硬顶着不干，就把口实落给人家了。到时候随便治你个什么罪，再派个人来就顺理成章了。那79军的火种就彻底的熄灭了，你懂吧？我看啊，为了大家，为了79军，你委屈也好，艰难也罢，就是不能退缩。你是师团长一步一步栽培起来的，我们希望你能继承师团长的精神，把我们这个后娘养的、多灾多难的79军的大旗给扯起来。可，弟兄们，你尽管放心，你是石团长器重的人，我相信石团长器重的人都是好汉。我赵无妨和弟兄们心明眼亮。营长，你发话，我们跟你一起干。对，跟你一起干。全体听我口令，立正！好，立正！为感谢上峰对79营的加冕，为悼念在战斗中光荣殉国的烈士们。让我们为他们高唱！大刀向！大刀向！为他们忧伤安歇。形势变化很大，也许很快就要见到曙光了。可到时候，国内形势可能会出现更复杂的局面。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这次在集训队学习，灌了一脑子了。分区首长的情况会有一些变化，听说了吗？杨司令和王副政委也会有变化，又要走。杨司令调到江淮军区当司令员，王副政委调到江淮军区当政治部主任，命令已经下达到分区了。也好。他们俩也早该重用了。中午叫2中队送头猪来，给大伙儿打打牙祭，庆贺庆贺。大队长，你想过没有？从今往后，你肩上的担子可能要更加重了。让我当军分区司令啊？你笑什么？这明摆着不可能嘛！为什么不可能？你还不清楚啊？第一，我这文化水就这么小半缸子。分区那一波参谋干事我管不了。第二，我打仗靠的是勇敢加鬼点子，这一套带领舰大队打打游击还可以，要领导一个这么大的分区，不灵光。第三，窦玉泉早就想当司令了，代理了好几次都没当成，哪能轮到我呀？窦副司令因为在内部整顿中犯了错误，上级本来是要把他调走的，是他自己提出来，在哪儿摔倒他要从哪儿爬起来，并且主动要求降职处分。杨司令和王副政委保护了他，向上级反映说他知错改错，态度诚恳，并且对麒麟山的情况很熟悉，所以他又留了下来，还继续当他的副司令员。就算窦玉泉没升没降，不还有独立团团长吗？你注意过没有？所有的分区司令都是独立团团长提上去的，没有从县大队提拔的。所以呀，赵团长已经调到2分区当司令员了。
照你这么说，这个分区司令还真有可能让我姜大牙来当了。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？没有，是我自己分析的。可是，要真的让你去当副司令员，干吗？不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拿着，咱们歇会儿。坐下歇会儿。坐。副司令算什么？他不是司令。你打仗有招，人家服你；打仗要是没招，司令没了，就剩个副字了。你副司令想起了什么招，还得司令点头。司令要是不点头，你再高的招也只能是招。司令想到了什么招，不管这招高不高，都得按他说的去办。再加上我这个人文化水平低，有了主张，别人不一定看得起，起码窦玉泉就看不起我，说我打仗没战术，靠的是歪门邪道。我这个人你清楚，平常当家做主惯了，要是在人家搁着我底下过日子，我不干。你这种思想可要不得。把麒麟山军分区交给他，怎么了？这不是胡闹吗？他姜大牙是个什么东西？把这么大一个根据地交给他，这是开玩笑吧？哎，我说，分区和特委为什么不抵制？抵制？现在在分区，只有我和张辅警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。其他的人都是杨廷辉和王蓝田的拥护者。特委那边，你想让老万抵制啊？不错。内部整顿中，我们是犯过错误。可谁没犯过错误？检讨就是了。可老万变得像个丧家之犬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天天跟在老杨和老王屁股后面，做检讨。听说还给姜大牙写了悔过书。整个问题都出来了。让姜大牙担任分区司令，真是要命啊！让姜大牙同志担任分区司令员，这是老杨和老王向上级推荐的，这是江淮军区决定的，是不可以改变的。所以老李，我来就是要提醒你。姜大牙同志，他是有优点的，他的身上有很多可取之处，所以，在他来分区报道之前，你要和他搞好关系。
长，陈埠县县大队正在进行鱼汛活动，欢迎首长光临。好，看来小政委已经长大了啊，把我们这些庄稼汉指挥的服服帖帖的。我不行。看来这个陈埠县的水土养人呐啊。那麒麟山的水土把2位首长养得更高，都高到麒麟山外去了。哎呦！同志们，今天我不能给大家一起唱歌，我有一些事情要办，你们接着唱吧啊。姜大牙呢？在那边呢。干什么呢？2位首长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好。 3、4。姜大牙，哟，首长怎么说来就来啊？你这个坏妮子，不通报一声就把首长带来，这不是存心害我挨批吗？你在这儿捣什么鬼呢？这是，报给首长，没有捣鬼，我在冲相片。你这是土在掉渣的祁连山老鳖，还会孵羊蛋了？杨司令，您别看不起人啊！有没有影？不能摸，不能动。不跟你们说了，进屋看。把门关起来。看，这叫定影。看，这张就成了。哎呦，这么大的学问你都学会了？这跟谁学的？跟一个汉奸学的。这狗日的姜大牙，鬼点的是多啊！这个姜大牙，3日不见，要刮目相看喽。哦，对了，王政委，杨司令，我从今往后不叫姜大牙了，改名儿叫姜必达了。哦，姜必达。哎呀，这哪有姜大牙顺口啊？不，姜必达好。谁给你改的呀？东方政委。并不是净土一块，思想斗争一直存在。过去就有说宗派主义，而朱一道呢，是姜必达使用的最得力的干部。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搞水涨船高，那不是宗派主义都是宗派主义了。第二一点，独立团是分区唯一的主力部队，如果让朱一道去担任团长的话，我觉得豆腐司令他们会感到压力，不利于团结。这第三嘛，姜必达从大队长提升为军区司令，提得太快，他的思想准备还不够充分，而这个时候又正是他，培养政治素质的时候。有朱一道就近保驾，他就有可能会有恃无恐。
助长他妄自尊大的情绪，不利于他的进步。好啊，果然这小文英已经成熟了。王政委，我这算什么成熟啊？我这都是跟你们首长学的。我也给你交个实底呀。现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，国内的情况呢，也有了很大的变化。所以，我们后一阶段祁连山军分区的工作，将是我们的重点。所以，这次祁连山军分区的领导层的变动是很关键的。你也要回去担任祁连山军分区政治部的副主任。分区还要筹建一个独立二团，由宋尚大担任团长，你同时兼任独立二团的政委。老王，哎，来了没有啊？哎，来了，都等你姚司了。令，等一会儿了。忙完了吧？等一小会儿了哈。坐坐坐坐，说了没有？坐。我说了几句，要走了，大家都等着听你讲话了。我有几句话要说来。好，先不喝酒，先把话说了。一会儿喝完酒就胡说八道了。是这样啊，我和老王，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，舍不得你们，心里不是滋味。但是觉得还是有些话要唠叨唠叨。这个两个意思吧，一个意思就是。祁连山这些年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好的一个局面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能够团结。当然，我们在讲团结，下面不能说是没有分歧，但是这个分歧是以团结为基础的。要走了。今天聚在这里，我们俩就要表示一下对各位老战友、兄弟们表示一下我们的感谢。这第二层意思也是我今天最主要的这个意思，关于梁大牙同志这次任命分区司令员这个问题上。司令员，这个你放心。这次任命姜大牙同志为分区的司令员，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恰当的。虽然说姜大牙同志是个工农干部吧，但是这几年的进步，那是有目共睹。而且他在政治上基本上也成熟了。再说他在战斗中的表现，那也是有所作为。所以，祁连山的抗日斗争需要这样的同志。对，我完全同意。其实，这也早就是我很久以来的看法了。我觉得姜大牙这个同志完全能够胜任司令员这个职务。老窦，这个话说得很实在啊。但是我今天啊，我还是要解释几句。这次为什么没有让老窦来当这个分区司令员？为什么任命了姜大牙同志当这个司令员？
这里面有原因。姜大牙同志这2年他确实干得不错，他干出了成绩，特别是在敌伪那个方面，他在那边，在他们那边的这个心理上，他是有一个很大的威慑力。抛开这个理由啊，不要说老窦，就是说他和在座的各位同志，他比在政治修养上比，在军事素质上比，在各个方面上比，他和大家没法比。但是现在革命斗争的形势就把他推到了那儿，他现在来当这个职务是最佳的、最合适。所以，我今天把你们几位老革命、老战友请来，我要强调3个字：老革命。什么叫老革命？老革命就是新同志来了，把他扶上马，送他一程，这就是老革命的胸怀。我对姜大牙同志是有看法的。共产党员不说昧心话，不错。既然举手了，组织原则，我还是不能违背的。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就没有意见。姜大牙身上的不良习气、军阀作风，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还是要坚决抵制的。杨司令员，来，如果您同意我的态度，咱就把这碗酒干了。来，坐下，坐下。老张，这碗酒不吃，我也是完全支持、同意你的这个看法的，你的这个作风的。在任命姜大牙为军区司令员这个问题上，我们2位啊，不是没有顾虑，最大的顾虑啊，就是他那个老虎屁股摸不得，这个弱点是致命的。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什么这个骄横、个人英雄主义、地方军阀习气等等，有很多问题。这就需要你们这些政治工作者来帮助教育他呀。就是在顺利的时候，在春风得意的时候，你们更应该在他面前敲响警钟。但是这里面也要注意一个方法问题。老张，我要给你说的就是一个看人的问题，一个用人的问题，一个方法的问题。我对我所犯的错误，我是有自己的认识的。我觉得一个人的进退没有什么。大丈夫，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。我参加共产党，是为了闹革命的，是吧？并不是来当官做老爷的。刚才老杨一席话，说心里话，我挺受启发的，这对我今后的工作有绝对性的指导作用。这样吧，我也表个态。我现在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，只要我还是一名政治工作者，一名共产党员，我就绝不会放弃原则。你这个同志，斗争性强，原则性也强，这是很难能可贵的。老杨都跟我认为，麒麟山的内部整顿搞过了头，也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，搞整顿是必要的，有的人也确实是应该除掉，所以责任大家都有。老杨跟我合计，麒麟山军分区的政治委员，还是请你来代理。
我们到了军区以后，会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向上级党委汇报的。至于下一步怎么调整，我想组织上总会有一个恰当的考虑。啊！哎呀！哎，你又成工作会议了。哦，来，动筷子，狗肉都凉了。来，端起碗来。老张，来，坐。杨司令。司令员呢？在屋里。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？不舒服。哪儿不舒服？这儿。这儿是心脏。对了，就是心脏里难过。你这个人，进步那么快，都当司令员了，还难过什么呀？就是因为当了司令才难过呢。你是怕到了分区直不起腰来，是吗？不是。那你到底难过什么？你有什么难过的，你就说出来嘛，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。我就难过一条，没文化。我难过自己是个苦出身，不像你们城里人，从小就能进学堂学文化。送走杨司令之后，我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回来数数我认识多少字。多少？数了3遍，一共826个。嫌少了？我的个天！学文化我费了多大的劲！日记会写了，讲话也能拉条条了，以为自己大概算是个文化人了。可是你看，才826个字，826个字，当大队长还凑合，可现在我要当司令了。司令是个什么身份？像杨司令那样的司令才是司令。任826个字的司令，算哪门子司令？我不是摇葫芦，不是土匪司令，而是堂堂正正的麒麟山军分区的司令。我过去为什么那么野？为什么做了那么多顾前不顾后的事情？为什么那么爱讲粗话脏话？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：没文化。没文化，怎么能当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呢？别难过。你别太着急了，还有我呢，还有我这个文化教员，我们一起加把劲儿，你肯定会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，成为一个文武兼备的司令员。啊，东方，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琢磨革命这2个字的吗？你不是一直都在革命吗？不，革命没那么简单。我开始掏心掏肺地琢磨革命这2个字，是在内部整顿中。
们把我抓起来，差点杀掉我。用他们的话说，这也是革命。你来看我的那天晚上，我想了一夜，想来想去，一旦我有了出头之日，我要杀几个人。第二天，我又想了一夜，想来想去还是要杀人，但不是杀几个人，而是杀鬼子。他们口口声声喊革命口号，但是他们不懂得革命。他们要是该杀，也不该我杀。我要干大事，要斗争。我就是那天晚上想明白的，革命就是斗争，同鬼子斗，同汉奸斗，同内部的坏人斗，同他们斗，不能仅靠枪杆子。对于那些势不两立的敌人，比如鬼子、汉奸，格杀勿论。但是对于内部的错误，光靠杀是不行的。我要是杀掉他们，那不也成了反革命，也犯错误、犯罪了？我不能那么瞎胡闹。我要成为有思想、有策略的革命者，选准斗争的目标，讲究斗争的策略。我眼下没多少文化，讲不清多少道理，但是我要让他们知道，在革命道路上走得最快、走在最前面的，最终是我，是我姜必达，而不是他们。血无痕，血无痕，血无痕！你认识我呀？血无痕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快告诉我，告诉我呀！他在哪儿？血无痕！你是一个高教的城府猎人，你要是看出来，会以命相许。陈进，哈，王涵，真有闲情逸致啊！无所事事嘛。王涵，今天6连长带领一个排的弟兄去逛花楼了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，是我让他们去的。你让他们去的？对。我还跟6连长说，只准成功，不准失败，只要不出人命啊，想怎么打都成。为什么？高汉英为什么把我们79团当成异类？就因为我们79团和他们格格不入，所以啊，他们千方百计要消化掉我们，想尽了各种办法，
我们要想消除他们的担心，就必须用事实来证明，我们已经被他们同化了。血红痕，血红痕。高队长，他怎么到你那儿去了？是他今天才找到的我。他把我带到石云彪的坟上去了。你们明明知道我和他的关系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告诉我？他是怎么死的？以后就让他跟着你吧。高队长，就先在营里住下吧。不用了。什么？是79营的？赶快派人去把那个花楼子给我围起来，把里面所有人给我捆起来，见一个捆一个。快点！吕座，这个是在窗户边上拾到的。谁有这种子弹？以前石云彪那儿有一支。放他妈狗屁！石云彪难道诈尸了，到这儿来开枪？查，一定给我查个水落石出。是。小鱼，高姐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怎么？有什么情况吗？山野要开展秋季攻势。喏，你韩姐呢？她上联络员那儿去了。你的呢？这是洛安州日军分布图，你把它收好了。嗯，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吕宋，怎么样？那支布朗尼手枪下落不明。吕总，我有一点怀疑。你说。哦。洛安州几点？吕总，你先看看吧。你刚才想说什么？哦，没有。你不是说你有点怀疑吗？哦，好像不成立。你是不是怀疑高秋江所为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想说，这个刺客是个高手。你看啊，窗外没留下足迹，借死人的手写了字，而且在笔上没留下手印。枪法是如此之准，一枪打在手腕上，一枪正中太阳穴。是谁杀的？只有问死人了，他在临死前肯定是看到了。另外，
勃朗宁手枪本是石云彪的遗物，蹊跷啊！你为什么不怀疑是79营的人干的？当然，怀疑79营的人那是最顺理成章的事儿。可是又有谁能干出这样滴水不漏的活呢？再说，当晚79营的一个连正在打群架，乌龙集闹腾了一晚上。陈默涵和赵无妨我都查过了，当晚他们没人离开过乌龙集。破船偏遇顶头风，马上要打仗，我又折了一员大将，棘不棘手的咱先别说他。不过吕作，令妹的情报工作真是做得十分出色。泽远，你有什么高见？上次那一仗，梅岭那边可算得上是鼎力相助了。这回，一劳不烦二主，还是赶紧派人去联络吧。王政委可说了，你是我的榜样，要我看看你是怎么从姜大牙变成姜必达的，所以我就答应了试试。你可别这么说，东方。今后你还要负责提醒我。你说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能从姜大牙转变成姜必达呢？哎，这跟我可没什么关系啊，这都是你自己用功得来的。你们这些文化人呐，肚里明明高兴，嘴上还不说。局长，训练已经结束。好，来。报告司令员，这就是独立旅的张副官，这是我们司令员。报告姜司令员，我今天特地前来贵部，将我们高旅长的信送达司令军舰。坐。是。照我看来啊，这次日本人进山是要找你们比试比试。哎，这个小鬼子真有眼力啊，知道你们国军是军饷充足、兵强马壮，是个对手。他们看不起我们新四军啊，我们穷，所以他们瞧不起我们，连仗都懒得跟我们打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次打仗，我们就不凑这份热闹了，免得沾了国军的光，分了国军的功。你说呢，张副官？姜司令长官，这回鬼子的来头大。老大哥部队要是袖手旁观的话，我部势必独立难支。我东南防线一旦被敌击溃，敌后续部队势必要长驱直入，到那个时候，丢失了河口镇、天堂寨，祁灵山的左翼将无险可守。嗨，张副官，你说邪乎了吧？国军有4000精锐，据守险要，还有坚固的防御阵地。上一次，小鬼子不就被你们打得上气不接下气吗？这一次，哪就那么轻易就长驱直入了？照你那么一说，那高旅长的国军官兵岂不都成了饭桶？长官，我部和贵军一向都是精诚合作、携手抗日，因此才有了祁灵山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和稳定。以前杨廷辉回去禀告你们高旅长，现在祁灵山的新四军是我说了算，就是我姜必达、姜大牙说的。鬼子扫荡，咱们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个人看好自己的门。这么一大块肥肉到了国军的案板上，
我们也不眼红。鬼子要是逃到我们这边来呢，我们再把他撵回去，还给你们打。总之，掠人之美的事情，我们新四军是不干的。江司令长官，本部要是有什么对不住贵军的地方，还请江司令长官多多包涵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都是自己的同胞。可是眼下军情紧急，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。张副官，你就跟本司令这么说话？啊？别说你是个小小的副官，就是高汉英本人来了，也得带笑3分。送客。是。这个江必达是个什么人？就是江大牙。谁？就是名噪麒麟山陈布县县大队长江大牙。江大牙？他现在是分区司令了，简直是不可思议！一个混世魔王，扛枪3天就是大队长，5天就是司令。哼，我真不知道新四军是怎么想的。一个军分区啊，就让这么个鸡鸣狗盗之徒来掌控，这不得误大事儿吗？你还真不能小看了这个江大牙。上次反扫荡阻击战，要不是他趁机指导洛安州，有力地牵制了日军，山野也不会那么快就把队伍拉回去。江大牙可是杨廷辉的心腹悍将，杨廷辉他们敢在这个时候把看家的队伍交给他，应该不会是轻率之举。可这个王八蛋不肯配合怎么办？吕纵，我建议以国民革命政府麒麟山特别行政公署长官的名义，给梅岭方面下达一个强制命令，具体部署他们的行动。如果他们拒绝执行，则以反对抗日、有汉奸嫌疑的罪名上报长官部，干脆缴了他们的械。如今不比前2年，皖南的事情举世瞩目，现在的新四军已经不是乌合之众。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，还是以您的名义写封信给杨廷辉，请他出面斡旋。这个方案有道理。泽远，你看呢？左参谋长的意见很有可取之处，可是在我看来还不是上策。即便杨廷辉给江大牙下了指令，江大牙也固然不敢不照办，但是那毕竟是被动执行，心里不痛快，仗打的就不卖力，中途会不会出现新花样，可是意味可知啊。依我看，文章还是在江大牙身上做。江大牙本来就是一介武夫，抗日又是责无旁贷，他应该是不会含糊的。我敢断言，即使我们不再求他，真的打起来，他绝不会袖手旁观。可是那样一来，协调就成了问题。我看我们还是在开打之前把他拉过来。可是这个江大牙已经把话说绝了。话是说绝了，但是事儿并没有做绝。问题是，我们忽视了一个不应该忽视的问题。诸位不妨想一想，江大牙从一个游击大队长一跃成为麒麟山军分区司令员，可谓一步登天了吗？而据我所知，麒麟山共党内部对此疑义甚多。虽然有杨廷辉和王蓝田做坚强后盾，可是万古碑、窦玉泉和张步景等人却是表面应付，骨子里是不买账的。江必达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树立威望，可是我们却丢掉了一个顺水人情。在他升迁的问题上，我们还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。大战在即，他这个新官早就有3把火急着要烧。我敢肯定，他现在正在暗处摩拳擦掌、烟熏火燎地等待时机大显身手。可是李作，江必达虽然是粗卑之人，可是粗卑之人不等于不自负。以往两军协调都是吕作和杨廷辉亲自会面，这次你只派了个副官，带了封信去。有道理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我一个堂堂的国军少将，
同这泥腿子称兄道弟，这成何体统啊？李作如果实在抹不开面子，兄弟我可以代劳。不过这样分量还是轻，轻啊！诸位意下如何？吕作，您就屈尊到梅岭清凉寺走一遭，这样既拜了佛，又请了罗汉，也是一件功德之举呀。恐怕只能这样了。好吧，我就见识见识这个姜必达。他们征调重兵，数次征调重兵，调根据地。必达，换上吧。干嘛？今天是你第一次和他们接触，注意点形象。不是第一次，我以前见过他们。你今天见的是旅长，是以司令员的身份。好吧。看什么呢？啊，上级的政策指示。哼，临阵磨枪。对，不快也光。谁是姜必达？你不认识？不，我认识。报告长官，国民革命军独立旅第79营营长陈茂涵少校，奉旅长高汉英少将之命，首先向您表达敬意。咱们是老乡，不必客气了。也代我向你们高汉英旅长表达我的敬意。是。这位就是我们高旅长，这位是姜司令。久仰高旅长的大名啊！只是麒麟山把咱们分为南北两面，今日有幸再次领略中国将军的威风。哪里哪里，姜司令威震洛安，令日寇大汉。上回要不是姜司令亲率骑兵直捣山野的老巢，独立旅的损失会更大。高某人早就想亲自向姜司令表示谢意，今天就这么点小小的意思，请姜司令笑纳。哦，到底是国军呐，出手大方。好，为了抗日，为了决胜麒麟山，那姜某就笑纳了。行。由于去冬以来，盟军在太平洋上的反攻，粉碎了敌人的外防线，又突破了敌人的内防线，因此敌人不惜血本，发动了所谓的中国大陆交通决战。在这个方针下，敌人先后增调重兵，进行了多次以攻为守、不惜伤亡的扫荡。这次，我们和高旅长同时得到情报，敌人对麒麟山区的扫荡，重点是在天堂寨、老楼岗、河口镇一线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是完全符合敌人的战略部署的。就国共双方的实力，目前来看，由于上次812高地之战，贵部是受创不小，但主要受损的是贵部的79团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次老楼岗、河口镇一线的作战，仍然请贵部的246团担任。我军分区的重点，则放在天堂寨一线。革命这几年，
居然越搁越糊涂了。同志们血力活力开创的局面，居然让这种人来领导。你要想开一点儿。我不是想不开，我是不放心了。我看你今天心里不痛快，就早点歇着吧。啊。二月，我不知怎么了，我有点害怕。老李，我真希望你能高兴。二月，在祁灵山这几年，你对我情重如山，你应该算是我最知心、最真诚的同志了。我们干革命，既要同日本鬼子战斗，还得同那些内部的错位思想和错位行为做斗争。我不相信江大牙他是布尔什维克，我一直坚持原则。一旦我发现他的错误行为，我就会坚决抵制。二月，你相信我是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吧？我是你带着走上这条路的，我永远都相信你，老李。我真希望你能好好保护自己。我只能在心里惦记着你，不能照顾你，你只有靠自己，多多保重。知道，我会保重自己的，我也绝不会趴下。二月，只要我李文斌不死，只要我还在祁连城根据地，我就一定会坚持战斗下去。我让他们看看，谁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。你们干什么？哎呀！杨司令，你要亲自去啊？当然。赶快备马，2个小时之内他们走不远，我们从西家集插过去，截住他。是。通知处已到，带1个中队过去。是。站。笨蛋，一群窝囊废！我完了，你们也完了，让一个政委落到鬼子手里了。江司令，你他妈让一个政委、一个县委书记落到了鬼子手里，你他妈怎么搞的？我失职。你何止是失职？日本人怎么知道老李到崔家集的？我现在怀疑你他妈就是奸细。要不是奸细，你怎么就拨了1个班人跟着他，自己就放心的回去睡大觉？你不是奸细是谁？当时是他自己提出来要去崔家集的，我考虑。你考虑什么？你考虑还有个女人在崔家集等他是不是？你挺会成人之美的嘛啊！你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同志犯错误，好了，现在他犯的是错误，你他妈犯的是罪。要是这次营救不成，你他妈罪过就大了。江司令，有一伙人正从小店方向运动，我追去，我要抓2个活口回来，让你江大爷看一看我注意到是不是当了奸细。如果不是，我跟你一块找杨司令去。结果怎么样？你的罪过都小不了。董玉泉，到，你带通讯排往东边去。是，通讯排，郝大王，有，走，你保护好这2位首长。是，你他妈跟我走。
小钢炮架起来，准备！哎，你们两个抛出主意。抛出主意，集中炮火给我打！是大总。大炮一轰，老李就光荣了。可如果不打的话，鬼子跑了不说，老李也救不回来。打！炮比不了枪，一炮轰下去，玉石俱焚。老姜，这个决心还得你来下。对，姜司令，这个命令得你下。不能打，炮手先打！怎么还不打炮啊？啊！狗日的，我来！我就不相信我打不着他，快打！注意到，你他妈想杀人灭口啊！我告诉你，回去制定营救方案，救出李文斌，证明你的清白；救不出李文斌，哪怕你浑身是罪，你也说不清楚了。是。你找谁？韩春云在吗？这儿没有姓韩的。哎，你是小鱼吧？你告诉他，我是从麒麟山下来的。谁呀？哎，怎么是你呀？快屋里坐吧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是姜司令让我来的。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你多长时间没见他了？差不多有2年时间了。哎呦，他现在的情况和以前的是大不一样了。小鱼，上茶。那是啊，人家现在当司令了嘛。不光是这个问题，你看光顾着说话了。这是他让我带给你的亲笔信。这是他亲自写的。是的，是我看着他写的。他一边写就一边想，这个人呐，一定得有志气。只要有了志气，想得到什么，那就一定能够做得到。怎么，你也想当司令？你看，你这个话说哪儿去了？咱们说点正事儿吧。说吧，又有什么新任务？川浦县县委书记李文斌同志被日本人抓走了，我们现在急需他的一切材料。你是说前2天晚上发生在崔家集的事儿？是的。有一个妇女干部叫崔二月，被人打死了。一点不错，那是李书记的相好，而且我们刚刚开了反秋季攻势的战斗部署会，我们和独立旅2家共同研究的。现在分区首长最担心的就是，怕李文斌受不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，把这件事情给抖露出来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什么时候听你的回信儿？这样吧，下次你也不用亲自过来了，交代一下接头地点就行了。好。啊，要不要给大牙捎点什么？算了吧，人家现在是司令了嘛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。
情况怎么样？崔尔辫子有重大嫌疑。同学，到，通知二排，跟我走。是。男人的身上有热血，男人的身上有正邪，是你那温柔的一笑，把他的野心化解。从此就一步一个脚印，走出了自己的世界。男人啊，可以一挥手，让恩怨烟消云灭，却珍藏着那份深情，永远不会告别。男人的心中有渴望，男人的心中有情结，是你那远去的身影，把他的世界撕裂。从此就一步一个回头，抚摸着昨天的岁月。男人啊，可以一挥手，让恩怨烟消云灭，却珍藏着那份深情，永远不会告别。男人啊，可以一挥手，让恩怨烟消云灭，却珍藏着那份深情，永远不